好，我们接着上课。这边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谈这个 PWM。我们要发射一个 18K 的 PWM， 对吧？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 PWM。对于单片机的 PIO 口来说，要做一个 PWM， 它只是把内部的 PWM 模块把它映射出来，通过 IO 口把它输出送出来。实际上，这个时候我们更多关注的不是单片机的 IO 口，而是单片机内部的这个 PWM 模块。那么，单片机内部的 PWM 模块，它总共有几路？每个单片机它的模块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知道它总共有几路，每一路是由什么定时器来控制的，这是我们要去研究的。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就是软件工程师去做的。那么你这个资源不配好，软件工程师他写起来是很痛苦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WM 模块。我们看一下数据手册，数据手册总共有2个嘛，一个是这个程序员读的，另一个是这个器械的 data sheet， 这2个我们都要去读。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定时器，它一定是在定时器里面讲，因为这个离不开定时器。我们把这个打开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有 Time 2、Time 5、Time 19这3个定时器，它有哪些功能？因为我们说定时器分什么？分普通的定时器，还有滴答定时器，还有呢这个分屏之后给我们之前讲的 DAAD 这些东西去供的。另外呢，一部分定时器它是要用来做这个 PWM 模块的，所以最终的源是这个定时器。那么我们来看 Time 3、Time 4还有 Time 19，它是16位的，然后 Time 2、Time 5它是32位的，而且是可以自动重装的。然后我们看它有哪些功能。第一，就是说它有这个输入捕获的功能。第二是输出比较，这个是 PWM， 这个呢是单脉冲输出，一般都是这么几种，不管你是哪个单片机，输入捕获、输出比较是 PWM， 还有这个单脉冲输出。单脉冲输出我们知道，只要一个脉冲就可以过去了，这样子的一个脉冲出去了，这叫单脉冲输出。 PWM 模块它最大的不一样，它这个占空比可调，频率可调。那么这是它的一种情况。以前我们用51来模拟这个 PWM 的时候，至少要有2个定时器，是吧？输出比较就是类似于比较器嘛，这个比较完了，输出高还是低，实际上就是输出比较，它就是一个高低电平。输入捕获就是说我外面有这样一个方波，假设是这样一个方波，肯定有好几种，有的方波呢它占空比大一点，有的就是这样一个，频率肯定也不一样，对吧？我就通过什么？我就通过这个模块，你一个上升也过来，我就触发产生一个上，你一个下降也下来，我就下，这样子我就把这个 on 的时间或者低的这个时间把它算出来，算出来需要多长时间？这里多长时间？那么这个有什么用呢？因为很多的传感器啊，它就是通过这个宽度来表达输出，就像我们这个超声波，对吧？超声波实际上它就是当我给定你一个频率，我就用这个宽度来表示距离的一个远近，它是把一个模拟量变成一个数字量的一个宽度，那这样子我就测量这个宽度有多宽。那么实际上测量宽度还是用定时器来测量的，是吧？我定时器发了多少个脉冲，每个脉冲多长时间，我就可以把这个宽度算出来。
所以说它就需要这个东西。另外呢，还有比如说一些马达的转速，有一些传感器，这些传感器呢，它也需要通过这个宽度来测量它的一个频率，它的一个时间来得出它的一个速度，这是很多方面都用得到的。输出比较的话，我就可以比一个大小嘛，是吧？然后得出一个结果，是吧？所以它功能很强大。那么我们用的这个 PWM 我们已经讲的太多了。这里呢，实际上就两个数据，高，然后开始翻低，低了之后溢出来，再开始把它这个翻转变低。这个时候我想要控制宽度，实际上我就控制那个里面的寄存器里面的那个值越大，打个比方，它肯定就越高。有的是值越小越高，有的正，有的反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它都用的一个时钟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模块是什么样子的？就是说它有 Time 2到 Time 9、Time 19这些定时器出来了这样一个模块。我们这里也能够看到 Time 2到 Time 5、Time 19，这是我们绕不开的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框里面，千万不要以为这边一些口，这边也是口，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口是单片机的 I/O 口，不是的，它是单片机内部的一个东西，它最终送出去。假设这里送出来，这4路送出来，必须要借用单片机的 I/O 口才能把它送出，这就需要用到 I/O 口的一个复用，是吧？假设是输入。那么这个输入的话，也要借用单片机这个 I/O 口把它输进来，对不对？你把它输进来，那么这个它只是内部的一个模块，而是从内部哪个地方把它送到这里来，或者从外部送过来，或者从内部其他地方把它送过来。只不过对于这个模块来说，它有输入和输出。那么我们放大来看，首先上面这块全部弹的是一个时钟，下面这块的话，它分2块。其实最核心的是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的话，其实大家看单片机多的也是已经知道了。像这个地方，它就是通过数据的一个比较嘛。我把这个数据写到这里来，从这到这里，而这个寄存的话，你看它开始把数，你看它有4路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值送到这一路，送到这一路，送到第4路，把这4路寄存器，它这个值由它往下送，分别送完这之后，再去进行一个比较。它每个寄存器里面本身也有一个值来进行一个比较，然后得出一个方转。这样的话，通过这个数值的调整，是吧？我们可以把这个占空比的宽度，就是说高和低嘛，这里输入高和低，宽度可调，是不是啊？只不过原来我们讲的是这个 PWM 是模拟的，它这里是数值的，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，还是一个比较。我们讲的是一个通过一个比较器来进行一个比较，只不过呢，一个是直流电平，高低可调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那个三角波，是吧？这样来比较。频率可调化就需要用到这个时钟，对不对？就需要引用这个时钟。我们来看，从左边往右，我们来看这个地方。我们说这个 TIMX 这个定时器 ，TIMX 是哪个？你可以去选嘛。这个输入好了，这个呢，我们说这个地方 XOR， 它实际上是一个异货，把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异货，但你也可以单路直接输进，这里也可以直接输进去。不过不经过这个异货，也可以经过异货比一下，再去输。这个是做一个输入里面的一个滤波算法之类的，这些都可以。或者我们把这个信号重新处理一下，开始到这里。这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是一个输入滤波嘛，因为你这里防止干扰，输入滤波和一个边缘的一个触发，这实际上说白了就是判断高低电平嘛。我们所说的高有多宽，
是吧？上升也下降也通过这个来判断高低电平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信号收集进来，再变成这个，比如说 TIE-FP1，其实 TIE-FP1是由这个经过边沿触发或者这个侦测，然后再加滤波之后产生的一个结果，是吧？那么总共有4路啊 ，X 可以是1啊、2啊、3啊、4啊，都是可以的。这个呢是通过比如说 TIM1 的1通道、2通道、3通道、4通道 ，TIM2 1通道、2通道、3通道、4通道这样的，它有4路。这个边沿触发之后，其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脉冲信号，对不对？这个脉冲信号我们可以过来给这个时钟，都是多路开关嘛，也过来给时钟下来。好，这里过来之后，我们再来看，过来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分频。那么分频之后，再通过这里面的数据进行一个比较，就把这个宽度把它给测出来，把它送出来。它的宽度，它可以把它送出来，从这个 L 口送出来。那么也可以不送出来，对不对？不送出来，比如说我得到这个宽度之后，我通过这里给我这个多路开关过来，这边再过去，过来之后可以计数，可以使能，对不对？我要可以过来给其他的时钟，或者给这个 DAC 或者 AD， 我可以通过外部的这个东西，把传感器的某一个数据触发这个 AD 采样或者不采样，这个里面资源是很丰富的。这就是这个输入捕获，还有就是输出比较。输入比较实际上就是把它做得简单一些，就是输入某个数跟它一比，或者是我在这里写一个数过来跟它进行一比，得出一个结果，是吧？这是输入比较。那么 PWM 模块的话，实际上只是它需要用到这个 Out Reload Register， 它是一个自动的重装的寄存器。PWM 的原理我们已经讲过，这里不是重点。那么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，通过这个变成 OC1、OC2、OC3、OC4， 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它有4路 PWM。那这4路 PWM 如果都送出来的话，就需要4个 L 口，对吧？如果我只用2个，我就送2个 L 口映射出去；如果用1个，我就只用1个 L 口映射出去。那么我们看，有上的，有下的，对不对？像这种上的话，一般是中段；下呢，一般代表事件。重点我们看一下它的时钟，时钟很重要，因为这个时候，到时候你做出来跟软件工程师进行一个沟通。很多硬件工程师在设计单片机的时候，电路的时候，总觉得好像软件跟它无关。那么其实你单片机不懂，那么你在设计这些 L 口的时候和设计这些资源的时候，那你就不知道这里面单片机里面内部有多少定时器。那么我可能做这个项目的时候，我需要用到多少个定时器？哪些是重要的定时器？哪些不是重要的？哪些分配给32位的？哪些分配给16位的？甚至8位的，是吧？如果你这些都明白的话，你就会把它分配得很合理，这样软件工程师写起来就很舒服。如果你分配的不合理，软件工程写起来就很痛苦。它也能做出来，但是很痛苦。好，重点我们看它的一个时钟，对吧？这个是分频器，是吧？这个时钟呢是由这里过来，对不对？时钟全部由这里过来，而这个时钟呢，我们说是这个触发信号，它分别哪几个呢？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内部的，对不对？另外呢，我们说可以通过可以选择的，可以通过 IT20、IT21、IT22、IT23，实际上他们都叫 IT2，是不是 ？IT2 就是 interp， 它是一个内部的触发。内部触发的一个输入过来供过来，后面我们再来看这个的话 ，ETRX 是吧 ？X 的话它是什么？
它就是外部触发的一个输入，通过边缘检测之类的过来，再经过滤波。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有杂波，你有杂波的话，你马上信号就是这个它的时序就不对了嘛，对不对？再给过来可以到这个模块，这里面它还有3个模块，这个呢我们叫做从控制模式，这个呢可以作为一个编码器的接口。编码器像在电机控制里面，伺服电机控制里面，编码器用的比较多，还有打印机里面这些东西都用的比较多。比如说我检测速度、检测位置这个东西，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一个触发控制。那么我们看下来，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的一个时钟。那么我们需要的时钟在这里，这是一个，你看也是 TIMX，X 可以是刚才我们说的2到5、19这些东西。那么这个时钟它是从 from RCC， 它是内部的一个时钟是吧？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RCC 在哪里？这个源我们一定要把它送来，我们才知道。很明显，这里肯定是输出嘛，它从内部把它送过来。输出在哪里？这是一个复用多功能的输出，看到没有？从刚才我们那个地方再到这里。通过这个输出，我们看到这个输出，它是一个推网模式的输出，对不对？如果我配置成这个推网模式输出的话，那么我这个 PWM 它的驱动能力就很强。如果我这个不是通过推网模式输出，如果通过这个输出，通过这个弱上拉输出，那么它就是很弱了。所以说，通过软件里面写把这个映射到这里来。朝这个口输出，不是所有的 L 口都能够有这个复用的功能，是吧？有的是没有的。那么我们要找哪些 L 口是适合的？最终我们硬件工程师把这个 L 口把它定下来。好，我们待会儿再讲这个。我们再来看这个定时器2、定时器5，还有定时器19有4路，这个是任意选是吗？我们再来看。这个我们说定时器2、定时器5、定时器19，其他地方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这个东西？还有这个就是定时器12、定时器13、14、定时器15、16、17，这边还有定时器6、7、18。它把这些时钟都数了一下，那么我们来看有没有这个模块定时器12、13、14，也有，这里也有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其实也是一样，内部时钟过来，只不过这个内部时钟是 time 12、13、14的，从这里过来，然后到这里过来之后，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没有？如果是 PWM 的话，它只有2路输出，这个也能引射到 L 口去，这是2路输出。那么原理呢，跟这边一样，刚才这边都讲了，依旧从这个图我们看出来，依旧可以输入捕获。也支持输出比较，也支持 PWM 用的这个寄存器是就这个地方。我们这里用的是 Time 12、13、14的定时器。我们看下面还有没有？这个地方它用了一个 Time 13、Time 14，它们是分开的。Time 12、13的话，它只用了1路，这个地方就能看出来，就是说有4路的，有2路的，有1路的，是吧？这个我们知道了。我们再来看。15、16、17这块的话，这里输入进来；这块的话，这里输入进来，也有2路，这边也有2路，3个都可以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说有4路的、2路的、1路的这个定时器，总共有9路。我们再来看这个哪些 L 口，他们可以去复用这些东西。那我们找一下 L 口这块 ，L 口的话，这里面讲了。我们就找支持复用功能的，刚才说的是 Time 2、Time 5、Time 19，我们把它记下来。
time 2 time 5 time 19，然后 time 12 13 14 time 15 16 17，只要复用口里有这些，我们都关注一下。这个地方有 time 19，对吧？它是通道2，有 time 2 time 5，看到没有？那么这里用的机角，单片机上的11角，而且是 PA1。我们还要再来看这个 time 2 time 19 time 5，这个是对应的是12角，它有4路嘛，除了11角，应该还有3路。我们再来找，这里又有 time 2 time 15 time 2 time 5 time 19，它们对应的是单片机的12角。OK， 我们再来看，这里应该还有这个 time 2 time 15 time 19，对应的是13角。这边还有我们干脆把这几个找长了，只要有 time 2 time 15 time 19，我们都可以把它映射出去。那么这个就多了，这个就 time 3 18角都可以用， time 3 38角，像这个都可以用。还有这个 time 12 time 13 14，我们就不再花时间找了，反正这几个都可以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怎么用的。我把这个取出来，我们是用了这几个角。我们来看一下26角、27角、29角，还有38角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我们就对应来找一下26角、27角、29角、38角。26角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用的是这个 time 12，用的是单片机的26角。我们再来看27角用的是 time 12，对应的是单片机的27角。再看29角我们用的是 time 5，对应的是29角。还有一个是38角我们用的是 time 2，用了单片机的那个38角。那么这个就好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告诉软件公司，我们用了这几个定时器，你自己去用就可以了。反正我支持这几个角，那么就 OK 了。而且我要告诉他，这个就需要它配置是什么？推网输出，配置成这个推网输出。这个是我要告诉软件工程师的。我们再进行单片机这块的设计，我们把这块拷贝下来，到这里就 OK 了。OK， 那么这样子的话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假设我这个角，我把它连到这边来，这是单片机的输出角，我们这边先把它连好，把它连到这边。OK， 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地方，我们如何进行设计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